我有橡树血脉，能测生死无常。大姐名望春，眼神能辨善恶。二姐名文夏，知人寿数。我名问秋，每一个我所见之人，我都能看见他们死亡的命运。除了四妹是捡来的，只会抱我的大腿。我爹死后，皇帝为我们赐婚，大殿选夫时，大姐和二姐选走皇叔和太子，只剩丞相和将军。四妹跪求我告诉她，谁的下场最好。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谁将来的下场最好？我指向了丞相。你选丞相吧。四妹却不信我说的是真话，抢先选走心悦于我的少年将军。陛下的意思，四姑娘随时可先选。她自作聪明，以为我留了一手，可她不知道，我第一眼见她，就看到了她会死在我手里。我爹是天下第一橡树师，他说过的话没有不灵验的。最出名的那次是京城暴雨3日不绝，他却和别人说，城东巷子今夜子时要起大火。众人纷纷不信，还和他打起了赌，争先恐后的下注。整条巷子10户人家联合起来，熄灭灯笼，不燃烛火，是要破了我爹的招牌。但临近子时，更子刚响，巷尾就着起了大火。好在大家严阵以待，并未酿成大祸。经此一役，父亲天下第一橡树师的头衔彻底坐稳，往后再无人敢动摇其地位。有位小姐半夜会见情郎，二人以往都是借着檐下灯，昨日只好点灯相会，彼此情意绵绵。一阵风起，灯笼翻了，火光来了，情郎跑了，小姐的名声也没了。众人对她指指点点。我听说啊，她早就不检点了，半夜3更会男人。极尽杜撰之能事。落井下石，这位小姐就找到了我爹。请坐。我爹以为她是来找他麻烦的。先生不必多虑，我是专程来谢先生的。那晚火起，他头也不回就跑了，我才看清，原来所谓情谊，不过是檐下灯，风一来就灭了。那就是我爹娘的第一面，他们恩爱不移地度过了10几年光阴。那10几年，我爹不为任何人侧命，无论达官权贵、能人异士，直到我10岁那年，我娘因病去世了。那病来得又急又猛，甚至炉子上的药都没熬好，他就撒手人寰了。只是在临终之时，对我们4姐妹说了8个字：勿惑于技，勿困于术。我们家4个女儿，3个都学会了香术，除了四妹。我娘死后，我爹消沉如泥，过了半月重新为人卜卦算命。本来过了10几年，大家遗忘了这号人物。测人命运，试问天命又如何？我爹却比从前更加狂妄，不仅测人命运，甚至敢断人生死。我猜我爹应该是不想活了。这5年里，我爹用无数被他论断的人命，奠定了天下第一橡树师的地位。5年后，他等的人终于到了。来人约莫5旬，眉眼有神，裹着很厚的大氅，身边围着不少随从，有的又黑又瘦，形容严肃；有的肤白生细，举止轻柔，个个都提起了10万分的小心。如今朝堂形势波诡于峻，先生能窜出未来天子吗？子为去，不外乎此4人也。在这世上，我爹没什么不知道的。我娘还活着的时候，他那些术法都拿来哄我娘开心了。哪天米粮涨价啊？待为夫一算。快告诉我明天下不下雨？你为什么不问点更重要的？什么叫重要的？难道我要知道谁当皇帝吗？行啊，多的是人打听此事。我看未来天子会出在太子赵彻、丞相崔颂、少将军李玄歌、皇叔赵明诚之中。5年后，我爹也说出了这4个人名，因这一句话，太子赵彻、全家下狱。丞相崔颂、皇叔赵明诚。那人是当今皇帝，他想听到的答案只有太子一人。明示妖言惑众，要将我全家处死，而暗地里他亲临诏狱，逼问我爹
朕要的是未来天子的名讳。我爹端坐在土方上，以发覆面，形同枯槁。我的女儿承我血脉，能战出夫君命格。他说完这句话，长久地闭上了眼。谁是他的女儿？昏暗的监牢里，大姐和二姐镇定如常，我坐在角落里，微微出神。四妹害怕地抱住我的胳膊不放。三姐姐，我什么也不会。她才15岁，刚过及笄，胆子似来很小。那年我陪着我娘去庙里烧香，下山的时候大雨滂沱，我只看了她一眼，就让我娘救下了她。10年来，四妹总是和我更要好，相信我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真的吗？上面那位要见你们。我们被带到了皇帝面前。怪不得，说是出于4人之中，原来他正好有4个女儿。我爹姓名，给我们取的名字也很简单，依次是望春、文夏、问秋、介东。那你们各有什么本事？民女能辨人善恶，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但对于大姐来说，任何人她只看一眼便知道对方是善是恶。人之善恶，你就是说了也不能验证。民女能知人寿数。第2个回话的是明文夏。那你看朕能活多久？陛下万岁无忧。皇帝不信如此敷衍之词。你不敢说，那就在场的人，你说个死期最近的，朕要看灵验与否。不说实话，就送你们全部去见阎王。他。皇帝顺势看过去，那是个貌不惊人的侍卫，他瞬间跪伏在地，脸色白了1度，身子微微颤抖。我跪在二姐身边，趁机抬头偷看，却被眼前浮现的画面惊住了。我强行稳住心神，注意到那侍卫埋低了头，却将手移向脚边，指尖搭在靴子内侧，那里只可能藏得下短刃。皇帝朝他踱步过去，是刺客！慌乱声四起。这是我第1次杀人，我惊魂未定，重重地喘着气，转过身去看皇帝，但先看到的是四妹，她仓皇地回头看我，她趴在皇帝怀里，就像是要舍身护驾。反观离得更近的大姐和二姐，仍然跪在原处，这倒是让我冷静下来，扔开剑跪了回去。皇帝看了眼身上的四妹，冷冷推开了她，走到我面前。你叫什么？明问秋。你会武功？不会。那你刚才是什么？我缓缓抬起头，对上他的视线。民女的天赋是能预见死亡，只要看到了那人，就能看见他的死亡光景。今日是民女第1次用剑，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皇帝端详过我的手掌，拾起了那把剑，在手里慢慢转着把玩，烛火在剑身上跳动，像是阎王的倒影。那这么说，你也能看见朕的下场？是。寿终正寝，皇帝轻笑着，不置可否，转而环视四周，将目光投向了四妹。这是我家四妹，是养女，并不会测命。没想到还有个凑数的。陛下，朕不信，你们真这么灵验的话，那不如说说看，朕会杀了他吗？当然不会。我第一眼见到四妹，就看到了她未来的死法。四妹穿着皇后的公主，面目狰狞疯狂，举起匕首刺向面前的女人，却被凌空破入的羽箭刺中胸口，她立时脚下都站不稳了。而那女人像是有所预料，一手拔下了金钗，用力插进她的喉咙。我想到这里，陛下不会杀她的。下一秒，那剑往前送去，轻而易举地贯穿了四妹的左胸。四妹惊恐地用手去捂，鲜血从手指缝隙里涌出来，像是捂不住了似的，双膝重重往前跪倒在地上。皇帝抽出了剑，擦去手上的血，声音透着阴寒：带回宫医治，若是治不活的话，把他们4个都杀了。2个月后，我和2位姐姐进了皇宫，听说四妹早就治好了伤，跟在皇帝身边日夜服侍，和某位后妃还起过冲突。今日皇帝不仅召了我们进宫，
还召了我爹提到的那4个人，他要为我们赐婚。今日皇帝不仅召了我们进宫，还召了我爹提到的那4个人，他要为我们赐婚。大殿左侧坐着4个男人，姿态清贵，气势不凡，五面刺绣屏风常常从中间隔开大殿，能从间隔处瞥至对面的容貌。从左往右是少年将军与太子，皆约莫18、19岁，将军英气，太子端方。容貌出挑的青年是丞相，最右稍年长的是贤王皇叔。我与3位姐姐坐在屏风之后，等待那决定命运的宣判。没过多久，皇帝到了，他坐到高位。朕要看看你们4姐妹谁的眼光更准。4妹跟在他身后，他快步奔到我身边，紧挨着我坐下。我会号脉，他的伤真的全好了。三姐姐，陛下允诺我可以让我先选，若是大姐姐她们先选，就是要让她们先选，我们才能知道她们的信息。你是说大姐选谁，就说明谁的品行最善，二姐选谁，就说明谁能活得最久？可是那剩给我们的，恶人未必会斗输，至于短命，又不是我短命，知己知彼才最要紧。我信姐姐的。4妹犹豫片刻，大姐拿起宫人托盘里的玉佩，大姐却没选太子，出乎意料，她竟越过太子，将玉佩递给了贤王，说明他会是个善人。贤王赵成明是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性格稳重，他已有王妃，收个女人无关大碍。二姐却做了个令人意外的选择，二姐选择了太子。她将玉佩放在桌案一角，赵彻微微抬眼，面色毫无波澜。姐姐，你别走，我该怎么选？谁将来的下场最好？我怔住了，我不能说。当我见到一个人的第一眼，见到的不是他的脸，而是他的临终死亡场面，这感觉恐怖又诡异，就像这4人同坐谈笑，映入我眼帘的却是……别哭，你选崔丞相吧。三姐姐，你说我该信你吗？陛下的意思，4姑娘随时可先选。原来他从入座就是骗我的，他真真正正摆了我一道。4妹没有选崔颂，而是选了将军李玄哥。李贤哥见到是他，脸色僵住了，手指微拳，没接玉佩，也没看他，而是隔着屏风望向我，眼神复杂。他是这4人里唯一未曾婚配过的，他心悦于我。若是4妹没来这一手，我原本是要选李玄哥的。被选了的人也可以再选。我若在这时选李玄哥，说是出于儿女私情，恐怕没人会信，反倒连累他成为天家的眼中钉。我停在了丞相崔颂面前，崔颂一手持着茶杯，略略抬眼看我，眸光沉静，一手接下了玉佩。我选了丞相崔颂，无功也无过，皇帝依次为我们赐婚。李玄哥，陛下，臣……轮到李玄哥时，他再三推辞，臣不敢受此殊辱。朕赐婚，岂容你推三阻四？退下。大姐和二姐被封为侧妃，4妹成了将军夫人，我成了崔颂的妾室。宫门口，李玄哥追了上来，崔颂自觉回避。文秋，今日之事非我所愿，就算我娶了她，我也不会……少将军，我们各自婚配，你不可同我说这些话。三姐姐是在意我的感受吗？一个男人，我让给你又何妨？不用了，我比不得你，深谙此道。崔颂与妻子杨红成亲3载，府中并无通房妾室，皇帝给了10日休务，崔颂只有第1天，在我房内静坐了半盏茶。我想知道我会怎么死。我看见的是他手持长剑的背影，静静站在血汪里，突然有一把剑从后猛地刺进他的背部，
我的天赋让我看见了他的死亡。大人会被刀剑穿心而死。是谁？不知道，我只看见那人是背后出手，而大人毫不防备，或许是要警惕身边人。可我无心问鼎天下，只愿和阿恒相安无事。接下来的9天，崔颂没再踏过我的门槛，我也乐于被他冷落。直到我见到了崔颂的妻子，圣国公独生女杨红。我见到她的第一眼，她正伏在书桌前写字，我看见的却是火光映天，她身怀6甲，铺在书桌上写信，半边衣裙被血染透。你是明三姑娘？杨恒温婉大方，与我一见如故，这点心意还望妹妹笑纳。他送我一大盒东海珍珠。10日后，崔颂带我进宫。进宫的路上，我们见到了另外3对夫妇。大姐和贤王相敬如宾，太子和二姐咫尺，仿佛相隔君臣。我和崔颂貌合神离，李玄哥和四妹互相仇视。皇帝让各位郎君退下，留下我们4位问话。是否有站出谁是未来天子？为了保命，我们都很默契，说是自己选的人。混账！都给朕滚下去！混账！明问秋，你当日想选的不是李玄哥吗？陛下，我当日与四妹说的是崔颂丞相，宫人也可佐证。陛下，他那时说的必定是假话，是想骗我选错。四妹信誓旦旦，欲置我于不义之地。陛下，若是认为橡树会说假话，那么从我这里得到的任何话都不值得一听了。哼，若真如他所说长命百岁，朕就不会去找你父亲。朕到底能活多久？你不如说说看。陛下，其实我是会说假话的。您若要我为您册命，不能只开金口，总要给出报酬。你要什么？我只要问我四妹是怎么治好病的。四妹的伤竟让皇帝亲自开口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他心脏位置奇特，不在左右胸脏，而在正中偏上，以至于胸口重伤不会害其性命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四妹的心脏竟长在咽喉之下。可有事？无碍。我和明介东是名义夫妻，我与他和离后，便不会再有这层关系。我知道他是陛下的人。饿了吧？先用些点心。就算他不是陛下的人，等我父亲回京，我也要同他和离。你父亲在北疆领军，如今他嫁给了你，陛下也有威慑之意，你少与北疆书信往来。你能为我测吗？看命格，命格过共的人，机关算尽，越是容易被测中；命格过软的人，随波逐流，反而难以测中。再者，越是关系亲近之人，越是难以测中。我爹还和我说过，相术师若是离测命之人越亲近，频繁使用相术，甚至能改写其命。当真？但需足够亲近。我从你二姐处得知，父皇寿命不到1年，我想知道是谁敢谋害他。你毒死的。这不可能，我绝不会做出这种事。殿下，此处又无旁人，你应当开心才对。且不说你会不会，但你若有朝一日毒他，是必会成功的呀。我不信。既然如此，大殿那日你为何不选我？当年西南旱灾，殿下赈灾长达8月，不过3月官属良绝，却在第6月时还能宰杀坐骑。太子殿下杀的是马。往昔功绩何必再提？我就想知道，日后有没有万一可能，明三姑娘愿跟随于我。成王败寇，殿下成事，我必跟随。8月，崔贵妃宫里烧着火龙，她依偎在软榻上，肌肤胜雪，双手抱着绣炉，似乎极其畏寒。崔颂和杨恒坐着，我坐在他们身后，悄悄看向崔贵妃。她闭着眼睛，脸色苍白，我看到的却是她平躺在床上，唇角缓缓溢出黑血。贵妃娘娘，我不只会相术，还略通岐黄之术。娘娘肌肤雪白，又如此畏寒，像是中毒之状。崔贵妃失手跌碎了绣炉。半月后，河宫惊动，
崔贵妃查出中毒，那毒中得很深，名为血涟漪，并不致人死亡，只令人体虚不孕。而更绝的是，能浸染枕边人。查出下毒者是先皇后、太子生母所为。3日后，崔贵妃因伤及龙体，服毒自尽。崔贵妃临终前指明将此物送给明三姑娘。宫人来报丧时，还带来了崔贵妃指明送给我的玉锁。这是堂姐当年为小公主打造的周岁礼。崔宋换上缟素，跪在灵堂前烧纸。你知道是吗？我以为是中毒，怎知他是服毒。我是好心。你若是不说，只怕他不会死得这样快。他的性子向来如此。贵妃之死，将他送到风口浪尖，那他该辞官。你别同他计较，世上哪有一家人同夫君计较对错的呢？他是你的夫君，并非我的。那要是李玄哥呢？他不会对我动手。这半月来，阿恒的家书比去年还多。你若是还有很多话，就回去和他说。我会断了他和圣国公的联系。3月初7，皇帝过寿，期间皇帝突然中风，口不能言。全场震惊慌乱。宫城落锁，殿门紧闭。次日中午才被放了出来。我送你回去。出来透透气。上了崔府的马车，一路无言。圣国公整军南下，崔宋暗中投靠太子。我想要借崔贵妃的寓所。那一日，杨红主动上门来找我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起了我见到的死亡光景。府宅内火光映天，他身怀6甲，写完绝笔信，在我面前咽了气。5更天，东宫派兵将崔府紧紧围住。放走李玄哥的事，我不和你计较。告诉我，宫里是谁在替你夜夜开窗？我不过是丞相府的妾室。赵彻，你的疑心病和你父皇一样重啊！明文秋，我不杀你，是你还有用。留下300人马，将崔府上下看住。半夜，杨恒带着人闯进我的屋子，外间的侍卫被悄无声息抹了脖子。明问秋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安排的高手迅速控制住了杨恒和他的人。阿红，你说我姐姐怎么不亲近我？明问秋，你别装了，你真对我好，你就要离崔宋远道。我最听不得别人说我的姐姐。杨恒猛地跌坐在墙角，往后紧闭眼睛，浑身颤抖起来。去，把崔宋引过来。崔宋急匆匆进门时，我转身往外逃，正撞到他怀里。大人，阿辉想要杀我取玉，他知道你把圣国公的行踪泄露给太子了。就让圣国公把这笔血仇记到太子头上吧。崔宋，你疯了吗？这不是你的孩子吗？这是你的孩子！大人，好歹是阿红啊。阿恒，别怕。下一瞬，崔宋动手，那剑却生生悬在空中。他震惊地低头看，胸口穿透而出的剑锋，连血都没来得及沾上。我猛地抽回了剑。是你，你骗我！崔大人，别说了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不用去下面等了。我把人送给你了。文秋，对不起，我撑不住了。
我让人把你背出去。我给父亲写绝笔信，让他收你为义女，以后圣国公府都惯着你。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伏在书桌上，持笔写信。带上这个镯子，去我常去的书画铺子，把信给掌柜就行。文秋，帮我。帝崩告天下，贤王携宗室进宫为大行皇帝小莲，被太子率御林军拦下，扣押于剑体殿。这些事情发生时，我在京郊白云寺后买了个荒废的院子暂住。我从崔府逃出那天，崔宋和杨恒命丧火海，把崔府全烧了。赵彻晚到一步，就把崔府全烧了，对外说我谋害崔家夫妇，纵火毁尸，逃之夭夭。还好我凭杨恒的绝笔信，暗中和圣国公搭上了线。明问秋是我杨少的义女，把人召集到院中来。夜里，我把人都召集在院中。想要跟随于我明问秋的人，就在纸上留下姓名籍贯。有朝一日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活着的人论功行赏，死了的人追恩家人。3日后，我收到了圣国公的信，10日内可抵京城。我找赵彻。圣国公的3万军队往东逼近京城，李玄哥的5万先行军自北向南扑过来，快要越过长江了。明问秋，我正要找你，你倒是送上门来了。我在暗室承诺过，殿下成事，我必跟随。是吗？那正好，你是圣国公义女李玄哥的心上人，我拿你当人质，如何？殿下，您见过哪朝哪代城墙上的人质是有用的？那你还有什么用？我能帮您劝得贤王支持。临前即位那日，天色灰蒙蒙的，一身缟素的四妹从殿后冲过来。你还想当皇帝？呸！就是你，是你给陛下服了毒，你害死了先皇。我怀了先帝的遗腹子，你们谁敢动我？赵彻不可置信地看向他的肚子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遗腹子，遗腹子终于出场了。赵彻顿住手。太子殿下，圣国公进宫了。赵彻，等圣国公到了，你就死定了。70岁的杨少进殿后，规规矩矩地给先帝上了3炷香。圣国公领兵闯宫是要造反吗？那不如先拿你的义女祭旗。殿下慎言，我无儿无女的，能造什么反？不过这位明姑娘，你确实不能杀。她是崔贵妃当年流落的小公主。不可能。当年之事，贤王殿下也在场。小公主应该是生死未明。当年我远远看见江面之上飘飘荡荡，凤尾木瓢渐渐下沉。就在快要完全没入时，突然被浪打翻过去，因而襁褓落进水里。我听到了哭声，是她的哭声。那时崔贵妃说她听到了哭声。想来崔贵妃是认出了问秋，才会把为公主打造的寓所临终前送给了她。殿下，你与四妹合谋害的先王，他却反口咬着你不放，你已无望，说你杀了我，你必死无疑。赵彻，你毒害先皇，应立即处死。我从未谋害父皇，我也愿受彻查，但不能是有你。你无名无分，谁知道你怀的是谁的孩子？赵彻和明介东彻底决裂，一个涉嫌谋害先帝，一个皇室血脉不清，都没有即位的可能了，那也就只剩下我了。请殿下即位。贤王和圣国公兵不血刃地将我推上了皇位。主子，将军的信又来了，他说听说你即位了。李玄哥写了封绝交信，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怨恨。我看了几遍，动笔给他回信：夫君，夫君岂得听人妄言？自别后，旦夕思君，时寝不成，人意消沉。今于京中为君定事扫帐，盼早归。3日后，李玄哥回信：结发两不已。
李玄哥的人马到京城了，四妹流产了。某天夜里，我睡不着起来散步，途经长宁殿时，隐约有微弱的烛火。我过去推开门，看到四妹站在铜镜之前，她换好了皇后宫装。孩子是你自己打掉的，就为了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冥界东猛地回过头来，姐姐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先帝赐婚在前，我才是李玄哥的正室，我才是未来的皇后。四妹，回去睡吧，别发疯了。明问秋，我最厌恶你的冷静了。界东，我与你相识10年，从未薄待于你。望闻问切，春夏秋冬，就我的名字不对。你们都会相术，偏偏我学不会。可或是降临，我却首当其冲。明问秋，你让我怎么能不恨你们？我要怪，就怪我没有你的父母，就怪我没有你的天赋，就怪我没有你的爱人。但我不怨我自己，我已经做得够好了。三姐姐，你也骗我了，不是吗？还好我没有信你的鬼话，去选什么崔宋，而是选了李玄哥。我把皇宫的密道地图献给他了，等他带兵进宫，就会封我为后。我远远望过去，高高的宫墙尽头，隐约有火把接连窜过。李玄哥要来了，你没选崔宋，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。他状似无意地低头笑了。如果你现在能放开手里的东西，我还愿意留你一条命。我不信！我正要往后避开，身后凌空破入的羽箭正重重刺入他的胸口，直到四妹往前倒在了我的怀里。姐姐，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你的母亲，她这一生都很爱你。她是谁？妹妹，妹妹，不告诉你，是为你好。李玄哥翻身下马，冲过来抱住我。你没事吧？我怔怔地发着呆，片刻后才回过神来。我吓坏了，真的，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殿后有温泉，四角阁内白纱轻浮，水雾缭绕。李岩哥正在沐浴，我负手站在屏风后，静静盯着那道背影。主子，我有3计：往温泉里下毒，中策吹进这只迷香，再动手杀了他；西策毛巾留下，你下去吧。我就拿这个毛巾从后面勒死他。我把托盘搁在池边，把手附上他臂膀。我不是如此急色之人。从古至今有一难题，江山美人，2只得一，将军会选什么？江山和你吗？我选你。错了，是我的话，我全都要。你先出去等我。就当是我急色吧。李玄哥在我宫里宿了3天3夜，未见一人。昏暗的殿内，李玄哥缓缓走下床，他冷冷伸手拂灭了烛火。你对我用这种手段，于身体无碍。江山和美人，你选。若是美人要选江山，你呢？封后圣旨，这是招安。不是招安，是僭诺。你说过，你若称帝，封我为后。如今我能称帝，自然也封你为后。我没骗你，可你骗了我。那就打呀，同他争。李玄哥，今时不同往日。我已经是赵家人，承的是赵家江山。我是皇室正统，你父亲是犯上作乱，朕不评判反贼，难道要拱手相让？你给我当3、5个月的皇后，不好吗？我接了你的旨，我父亲何以自处？我就封他当国丈。他定在原地，眸光寸寸沉了下去。就在我以为他不会接时，他猛地夺过卷轴，用力攥在手心里。明问秋，你简直欺我如兀狗！1年后，我登基称帝，册封李玄哥为皇后，尊圣国公杨绍为如太上皇。我将那只凤尾金钗放到了桌上，先皇后的遗物物归原主。他人呢？他还活着吗？死了。他是个蠢的。你恐怕不知，我四妹是我在白云寺下捡来的。她自幼遇寒，肤色冷白。后来我又得知，她心脏奇特，生在咽喉正下。
我就是用这根金钗才了结了他。白云寺山脚就在江滩不远，或许当年你母后说的女婴就被不断涌入的江水呛到咽喉，把中毒假死的她又呛活了回来，你信吗？赵彻猛然瞪大眼睛，手指紧迫在桌沿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是我胡说吗？你父皇从未碰过她。这样的话，你有没有告诉过他？没有，我不告诉他是我怜他，我告诉你是你应得。10年后，圣国公杨绍病重，我将杨浑的儿子明凿送回西南，助他承袭爵位。杨绍辞世了。5岁的杨明朝曾新任圣国公，我与李玄哥诞有一女，名叫明锦。皇太女诞辰，群臣贺。明锦满4周岁。爷爷，李赞将军权彻底移交给李牧，自北疆千里返京，参加皇太女诞辰。李赞把明锦放回到宫人怀里。15年过去，朕终于得见李将军了。李赞往后看去，意识到大殿两侧藏好了刀斧手。原来陛下果真记仇至此。李赞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等这么多年吗？我明家是橡树师一脉，若是我或我父亲想要你的命，杀你100遍1000遍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那陛下就是为了坐在我最想坐的位置，用皇帝的亲口来告诉我，我李家绝无可能问鼎天下。我能等到15年后，等到你平稳交出军权，就是想要杀了你，但不破天下统一，不回北疆安宁。像你这样短见的人，如何能懂我父亲的苦心？就是你这种短见的人，才会暗地让你叔弟纠缠我母亲，逼他从我父亲口中得出出天下事，逼得他自绝于世。当年城东巷子的那场火，抛下我母亲的那个男人，就是李赞的庶弟。陛下，今日在此殿中杀了我，就不怕无儿玄哥和你翻脸吗？当年想要我爹策的命，我爹特意让我今日转达，你的儿子李玄哥命格贵重，必是紫微帝星。不是，是我夺了他的帝王命，我来当着皇帝。我从金漆托盘里取过备好的匕首，缓缓松了手。李赞往前倒在地板上，胸口的血从身下溢出，形成一大滩血洼。殿外风声呼啸，雪下得好大，纷纷又扬扬。母亲，这是什么？明锦，别看。明锦，世上有2种血，你手里的是血，母亲脚下的也是血，都能将这世间变得干干净净。陛下，我父亲呢？李玄哥，别看，我走到了生命尽头。我想吃糕点，我想坐在马车里吃糕点。你不能吃糕点，喝药才会好。当皇帝的第30年，我也走到了油尽灯枯的那天。我不会好了，二姐来看过我，我要死了，李玄哥。是，你要死了。他竟然也笑了，笑得眼泪横流。李玄哥，明锦今年24岁了，你说他可以当一个好皇帝吗？你走一步算10步，连身后事也要算吗？他真好。李玄哥，明锦要当皇帝了，你才52岁，我原本想让你殉葬，但我现在不想了。他真是很好。床侧的暗格里有我留下的殉葬旨意，你拿出来烧了吧。陛下，当年封后的圣旨写得粗制滥造，如今殉葬的旨意倒是精巧工整。封后随便写写你都满意，这个不好好写，怕你既怨我狠心，又怨我无情。陛下写过更差的，是那封求情献媚的信。夫君岂得听人妄言？自别后，旦夕思君，时寝不成，人意消沉。今于京中为君定事扫帐，盼早归。没有一个字是真的。其实是有的。
盼早归是真的。我握紧李玄哥的手，慢慢想要去闭上眼。余光见他拿出汤勺放到一旁，用手端起药碗。不要，李玄哥，我不喝药了。这是给我喝的。我震惊地看他，他仰头灌了下去，把碗放回到原处，平静地爬上了床，躺在了我身侧。李玄哥，你做什么？文秋，别怕，我不会第二次扔下你的。那唇毒发作的极快，他疼得佝偻身子，在我身边蜷着。自别后，旦夕思君，事情不成。我靠过去迎他。我是真的，明文秋，我是真的如此思你、爱你、念你、怨你。我顿觉悲从中来，泣不成声。皇后李玄哥自饮鸩毒，殉地。我似乎又能看见了。你爹叫什么？李赞。好，我就要跳下墙头，李玄哥却拉住我的胳膊。我警惕地回身看他。那你爹叫什么？你知道这个是想做什么？我想提亲。家母心丧。